大家好，我们接着上一期，然后上一期我们把主控的部件和参数还以及加速器校准了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装一下这些电子设备，然后的话就是把这些电子设备可以装上，然后最好装完了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调试。现在呢，我们把主控，我们想办法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定制版的一个飞控。定制版飞控，我们现在就是先把这个中心板想办法把它固定在这个飞控舱里面。中心板的话，我们这个中心板因为里面要有几个要有6个孔啊，我们给它扎2个眼。然后的话，往里面上螺柱，这样给螺柱打胶，这样的话，然后我用螺丝一拧就可以把它固定在上面。我把它按下去，基本上就可以。按下去，因为现在我要用的话就没办法用，因为这个时候要等它胶干了，我才能就是说把中心板给它用螺丝给它拧住。中心板的话，我们待会儿差不多就可以，等胶一干，我们就可以用螺丝把它固定啊，可以用螺丝把它固定住。然后的话，这边还有4颗螺丝，这边有4颗螺丝。这是我之前没上的话，就是因为，这个我们把它用螺丝把它拧住了过后，它是不好走线的啊。那我们把这几个螺丝给它补上，这个螺珠给它补上。这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待会儿等胶干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固定了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安全开关，我们的安全开关给它上上去。这有一个，当时给安全开关留了一个口。好，
安全开关。然后的话，现在我们因为我装的话是装双 GPS， 双 GPS 的话，像那些木板，以前那个木板的话，我们就用不了。现在呢，我这个是双 GPS， 双 GPS， 然后这下面吊一个，然后上面放一个啊。然后我就把它先给固定了。用这种小螺柱。当然，就我们配的那个，原配的这个木头件，里面拧一个那个 GPS 是足够用的，是放一个很大的 GPS 都没问题。这是我们一个 GPS 装好，然后的话，现在需要装另外一个 GPS， 因为我们这个装的话是双 GPS 双空束，然后加上双罗盘。修整一下。我们把它固定在这个板子上。好，基本上是垂直这个面，垂直这个地方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基本就把它固定在这个木板上了。现在就把它安装进去。它正好有个那个卡槽，那就是左右两边对着那个卡槽怎么卡进去，把它抽进去就 OK， 再推进去。好，不放心的话，你就可以在这上面，就是两边木头那个卡槽和泡沫和木头之间，就是给打点热用胶。待会儿我给打热用胶，现在热用胶我还在烧。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把控束给安装了。控速度计。我看了，这个是我们的左边机翼。左边机翼的话，我们装的是普通的控束。这是我们的控束管。
拔出来，或者是我从这边看一看，就是空输管里面堵着没有。空输管里面千万不能有东西。然后用一根硅胶管，这么给它导进去。空输的话，上面这个是动压，下面这个是静压。我们用的话都是用的动压。这个可以在为了确保里面没东西，就可以先办法把线给它插上，然后最终把它固定。用胶也烧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先把空输管这个给它稍稍固定一下，就里面这根钢管。那你固定的同时，你要注意，就是说别支出去太长了，不然的话把它抵住了，正好这个抵不住啊，之间有缝隙。这个空输的话，我们就安装到这儿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胶也烧好，我们可以就是说把这个刚刚那个罗盘 GPS 我们还没固定，我们可以稍稍给它打一点胶，这样的话就为了防止它掉嘛，基本上是不会掉的，因为这个卡的是反正是比较紧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给它装好了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可以舵机也是固定好了，空水固定好了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盖板给它上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接线仓，因为空输这边上好了嘛，它接线仓基本上也可以给它上了。接线仓这边的板子我们也可以把它上了。
这边的空数基本上我们就种好了，然后这个电条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是要确定通电过后确定转向，我们才来就是说，给它进行一个封闭。现在我们这边的 iPhone C 的空数装好了，然后我们因为是双空数，我们这边的话还用了一个看空数我们是备份用的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另外一个空数不起作用了，那就是说挂掉了这空中，然后的话这个空中相当于就看空数，然后开始用看空数。看空数也是一样的，上面是动压，下面这个是静压。进行一个固定，然后打过来看一下，好。空数我们就给它上好了，看舵机是否拧紧了，没问题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舵机和空数这个仓给它固定。我们的这个接线仓也可以把它固定了。
那么空数的话，我们就装好了。那我们也给它放到一边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是把这个，因为这个板子我们也干了一会儿了，就可以把它给固定。基本上我们就把它拧好了。现在的话，把速刷模块，这是一个敲枪帽，但是用不上。然后我们把天线的，把速传的天线是延长到前面去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一个接收机，因为我们用的是点控机是用了天地飞7，那个天地飞7，现在就接收机我基本上是粘在这的。接收机贴在这线，这边我们可以看得见。从左边到右边过来，依次是D 正极，然后以及信号负正 S 啊，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是接收机 S80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线给它插了，然后这个是 GPS， 因为我们有2个 GPS， 我们这个 GPS 是插 GPS 1，啊，另外一个是插 GPS 2。好，然后这个是安全开关。这边过来的话，这个右边我们是用的是看，用的是看，左边我们用的是 iPhone C， 就空数嘛。右边我们用的是看空数，用的看口。然后左边的话是一个 iPhone C，iPhone C 这2边都是一个 iPhone C，iPhone C 2，这也是 iPhone C 2。
碎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可以前面好好固定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线的话，就刚好就可以走过去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分电盘给它固定死，过后这些线的话，基本上我就可以，就是说，该拧的线拧了，该插的线把它插了。分电盘我们就上个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线，给它固定了。这边我可以看一下电池负极、电条负极，然后的话这边是一个电条正，然后的话这是电池正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按照这个顺序给它，可以给它直接拧了。好，这是一个电池12号线，12号硅胶线，我用的是相当于是一个输入端。电池的输入端，然后这边是电条正极，电条的正极，这边是我们右边的一个电条正，这边的话有前后电条。电条现在一共有3根线，然后上面我们的正极就接完了，现在我们把负极全部给它拧到一堆。
只要把孔对准了，基本上就没问题，一下就能拧住。这边的线呢，基本上我们就接好了。现在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个天线，天线这个位置呢，之前因为我没开孔，所以就在这边要自己你要掏一个孔出来。这边送一个垫片。这种亏线的话，天线的话，我们基本上就是拧在这，这就拧在这。现在呢，因为天线给它取了，因为比较当事儿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些线给它穿过去，然后固定了。当然这边也有贴纸，说哪根是哪一根。这根，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一个安全开关，安全开关。空数应该也是有的 ，iPhone C， 这个是 iPhone C2， 我插的是。iPhone C2。现在我们把就是刚刚我那些插了的线。给它标签给它贴上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是看一下我们尾部这个部位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也就是在装之前的话，我应该就可以把它给区分出来，但是我现在没区分，所以说现在我需要用多级测试仪来区分一下。好，这边是左边，左升降舵的话，我们是用的左升降舵是用的儿童。S2，好，再进行下一个。好，这是右升降舵，右的话就是我们设置的是6筒。另外一个就不用测了，另外一个的话肯定就是我们的方向舵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些线给它插上去，比如说这可以看得见，这依次过来是舵机供电，舵机供电，我们是前面的分电板供的电，分电板，舵机供电，然后再上来的话是右油门，油门的话，这就是油门3通，我们是前面那个前拉电机。
这个油门我们是用了前面的前梁电机三通 S3，这油门。也是一样的，依次过来嘛，负正极信号，然后再上来的话是，右平尾就是我们的升降舵，左平尾是我们的升降舵，二通 S2啊，这就是我们升降舵一。我们升降舵是用了2个通道，就是左右各一个通道。然后再上来的话是我们的，左副翼。然后的话是依次为左后电机和左前电机。然后电机的话，我们看得清楚，就是前面这个9针，我是用作于后方电机，前面这个大电流连接器这边我是用的多旋翼的前面的电机，1、2是2号电机，2号电机。因为我们这个布局的话是按照多旋翼的 X 布局，X 机架来布的局。那所以说就是我们站在机尾的话，这个右前方是1号电机，左后方是2号，然后左前方是3号，然后右后方是4号电机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左边的后面这个电机是2号电机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左前电机，也是我们整个多旋翼的3号电机。3号电机。我们这个飞控这个板子的输出通道，跟我们的参数都是一致的。我们上面基本上都是有飞控的这个中心板，都是有飞控的输出通道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对应的飞控里面的参数，我们也是这么写入的，也是这么相对应的。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这边还有一个快门。快门线，基本上快门线的话，到时候我们是要上壳子，所以说快门的话，我是用一根转接线，把它转到这边来。快门，不管到时候是我们更换快门啊，还是就是说，你更换相机啊。在这个位置基本都要好跟上。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的，最重要的一个模块。还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飞控供电，这边是 Power 2。因为我们这个是采用双倍分供电，插反了，为什么半张怼不进去？这是双倍分供电，另外一个供电在这边，是在反面。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双倍分供电，这边是 Power 1。那即使就是你有一个供电不行了，
比如这边供电我们任意断了一个，它另外一个飞控也不会重启啊，也不会就是说就此挂掉。然后我们这次我们从前面往后面吧，先把这个摘掉，现在用不上。这边一次过来的话，是我们这前面有一个载荷电压。为什么称载荷呢？就是我们的，比如说相机供电呐，PPK 供电呐，它需要的，因为有一些设备嘛，它需要电压。然后的话，我们这个也不好接，所以说它有的是需要10几伏的电压，我们这个板子给它的分电盘给它的是一个12伏的一个电压，这个电压是12伏。然后我们依次下来是右前电机，前面这根电源线就是我们前面电机对应的是电机1。那我现在不盲贴，我把它穿过去，我再贴上。是我们的1号电机。1号电机我们是用的是9通，依次1号电机为9通，2号电机是10通，3号电机是11通，4号电机是12通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右后电机，4号电机对应的数字也是12，通道是飞控通道是12通。然后对应我们的是4号电机。好，4号电机。再过来的话是我们的右负翼这个。右负翼的话，我们是用的5通，负翼我们也是用了2个通道，然后升降舵也是用了2个通道。这样的话用1个通道也可以，然后的话负翼用1个通道基本没什么大问题。然后升降舵用2个通道的话，就是说用1个通道的话你就不好调，最好的话是用2个通道。这样的话调试各方面基本上都比较简单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的左屏尾，我们升降舵2号，升降舵2升降舵，插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插对，不然到时候你插上，虽然它也不会插错了也不会烧，但是的话你插上没反应，到时候你还自己排查原因。然后下来的话，我们的方向舵。右油门，因为我们是考虑的手抛机，所以说设置了一个右油门。然后再往下的话是一个升降垂尾方向，然后就是我们的方向舵。然后后面的话还有一个14通，14通的话相当于就给留在那儿。比如说你需要一个什么，还需要什么，就是说挂在另外的用1个通道什么之类的，比如说你加个起落架呀，要用这个通道，你肯定要设置一个通道单独。现在的话，我们线基本插完了，现在就把我们的主控，我们的主控给它安装上去。安装上我们主控，同样的也是用尼龙螺丝给它固定住。
控就固定完了。现在主控这一套我们基本上就差不多。然后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些盖子啊，这些给它拧住，用螺丝给它固定住，然后可以给它固定住。现在呢，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说要进行一个通电，然后看一下电机转向，就开始进行后面的我们进行一个调试。